2002年呢，一个叫杰克·惠特克的人赢得了3.14亿美元的彩票，这是当时史上最大的头奖。他做了什么？他到处撒钱，给陌生人买车买房，捐款无数。听起来他像个圣人，对吧？但是结果呢？他的妻子离了婚，朋友背叛了他，他最疼爱的孙女因为被钱宠坏，最后死于吸毒过量。他在晚年承认，做一个太好的人毁了他的一切。如果有一天你早上醒来，打开手机，看见银行简讯上写着你的账户已经存入500万美金，你觉得你会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？很多人脑海里可能立刻浮现出来的是，太好了，先把老板的微信删掉，马上离职。我要先订一台梦想很久的跑车。我要在朋友圈发一张余额截图，宣告全世界我终于翻身了。如果你刚刚在心里也默默勾选了类似的选项，那我必须很诚实地告诉你一件残酷的真相：这500万美金很大概率会在几年内不但被你花光，还会让你现在平静的生活一起拖下水。现实是残酷的。统计显示，大多数快速致富的人最终会失去朋友，陷入药物依赖，甚至走向离婚和破产。为什么？因为金钱本身是中性的，它只是一个放大器。如果你内在的容器不够大，这股能量就会把你的生活冲垮。今天我就结合一位亿万富豪商人的实战指南，加上我在人生原能力里常常和大家探讨的能量与业力法则，跟你聊聊，如果中了500万美金，你真正应该做的7件事。第一件事，保持绝对沉默，先守住你的能量场。听起来很反人性那就是什么都不要说，不要发朋友圈，不要跟亲戚讲，不要立刻跟好朋友分享八卦，通通都先不要。为什么？从现实层面来说，一旦别人知道你突然有了一大笔钱，你的人生就不再安静了。你会突然发现，有些800年没联系的人开始对你热情起来。你会发现旁边出现了各种绝佳的投资机会，各种你应该帮帮我，这些东西本身就是巨大的拉扯与消耗。从能量的角度来说这一点更为致命。当你突然暴富，你的能量场在短时间内被推到了一个你根本还不熟悉的高度。这个时候，你的内在其实是地震的，你的恐惧感、不安感都在翻搅。如果你再把这个信息丢进所有人的情绪、嫉妒、贪婪、期待里面，等于是把自己扒光了，丢进一个暴风眼中，任人撕扯。保持沉默不是小气，而是为了在剧烈变动中先锁住自己的能量场，给自己一段安静的缓冲期。如果真的要找人说，去找一位专业的律师，设立信托，用法律的结界先把这股强大的能量稳稳接住。第二点就是不要盲目辞职，要维持生命的重心。很多人觉得富了第一件事就是把老板炒了，但我建议你不要盲目辞职。如果你的工作让你感到痛苦，你可以离开，但你千万不能停止工作。在原能力的视角下，人需要一个锚点来维持社会连接和身心平衡。如果你突然无所事事，每天只剩下花钱这一件事，你的精神世界会迅速崩塌，钱也会越花越多。很多人因为太闲了，会去投资一些自己根本不懂的行业，比如说开个餐厅，最后亏得一塌糊涂。记住一个原则，如果你在工作，你就在创造价值，而不是在消耗福报。建议你在致富后的前6个月，维持正常的生活节奏，给你的灵魂一点时间去消化和适应这个巨大的改变。我的想法是如果我中了500万，我一定会先去学习金融理财知识，然后再慢慢的去规划自己的理财，千万不要冲动。第3件就是斩断负能量，偿还高息债务。第3件事非常务实，就是立刻清理高息的债务。在财富积累的逻辑里呢，高息债务，比如说年化是20%到30%的，像这种信用卡债或者是你的 line of credit，就像你的能量桶底部的裂缝，无论你往里倒多少水，这些裂缝都会吞噬你的财富。
你要把这看作是一个人生重置按钮，先还信用卡，再还车贷、个人贷。至于房贷，如果利息很低，比如说2%到3%，从理性投资的角度看，你可以不急着还，因为你的投资收益很可能高于这个成本。但如果你追求心理上的全然解脱你还清它也无妨。偿还债务本质上是无风险的占取了那一笔利息，清干净它们，你的能量场才算真正清爽。第4件事是借钱的艺术。慈悲也是需要有底线的，这件事其实是最难的，不要随便借钱给亲友。当你有钱了，亲戚朋友会觉得分一杯羹是理所当然的。相信我，失去一段关系最快的方式就是借钱给对方。如果他们觉得你的钱是大风刮来的，他们就不会有还钱的动力。一旦你拒绝，他们会心生怨恨；一旦你借了，他们会反复纠缠。我的建议是，如果你真的想帮，就直接给，而不是借。你可以设定一个条件，这笔钱是我送你的，解决你的燃眉之急，但你要知道这是唯一的一次，以后请不要再开口。这听起来很残酷但实际上这是最大的慈悲。你不是别人的提款机，救急不救穷，才能保住真正的友谊和亲情。当然了，即便你做了这些事情，有些人还是会反目成仇，那么也是我们必须要自行消化的因果。第5件事就是如何真正达到自由，从消费者转变为创造者。大多数人暴富后会迅速破产，是因为他们只有消费者心态，他们看到账户里的几千万，想的是能买多少车、多少包。历史上见过这种1000万美金的案例2年到5年之后呢，就因为疯狂挥霍和错误的房产改建，重新陷入巨额债务。请记住，黄金法则，永远不要花掉本金，只花利息。财富就像是一棵摇钱树，你可以摘果子吃，但千万不能把树砍了当柴烧。这里有一个25倍法则。算出你1年过上理想生活需要多少钱，假设是20万美金，将这个数字乘以25，大概就是500万美金。只要你有500万进行稳健投资，按4%的提取率，你每年可以拿走20万，而本金永远在那儿。这就是你的自由数字，有了它，你才真正拥有了对时间的支配权。第6件事就是资产配置，让金钱为你修行。那么这笔钱该怎么放？在这里，我们需要从追求增长变为财富保值。这里是非理财建议，仅供参考。假设你有500万美金，这里有一个参考配置：100万美金就是你500万的20%。放在全球指数基金，它是你的长期动力，分享人类经济文明进步的红利。另外100万20%也是全球债务基金，它是你的减震器，在市场动荡时保护你的心境不被打乱。第3个100万放在房地产上，可以是住宅提供增值，也可以是商业的房地产提供稳定的现金流。另外的50万就是500万的10%，作为蓝筹加密货币，比如说比特币，它是这个时代的黄金，虽然波动大，但具备爆发力。第4个100万，高息储户账户，保证你随时有充足的流动性，心里不慌。另外剩余的50万，就是你的娱乐和学习的花销。这样一个组合，平均每年能为你产生约30万美金的波动收入。这意味着你不需要任何劳动，就能持续获得丰盛的物质支持。第7件事，买回时间，完成你的灵魂使命。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事，就是留出你的娱乐资金，买回你的时间。刚才的例子里呢，我故意留了50万美金没分配，这笔钱请你尽情的花在任何让你快乐的事情上。因为金钱的终极目的不是买什么跑车、兰博基尼，而是让你再也不必做你不想做的事。真正的财富是当你每天早上醒来，你可以决定这一天如何度过，是去深山禅修，是去陪伴家人，还是去创作你心目中完美的动画作品。
我们要从追求物质转向追求自由，最后转向追求使命。当你不再为生计奔波，你的原能力才会真正觉醒。你会发现，你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了留下某种精神遗产，而不是仅仅消费。如果你今天听完这些，内心产生了一丝共鸣，那么说明你已经在频率上做好了接纳财富的准备。暴富并不是运气，它是你内在能量容器扩充后的必然结果。如果你想学习更多关于如何提升内在能量、掌握人生原能力的知识，请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，并点亮小铃铛。谢谢大家的观看，祝大家能接住属于自己的那份大财。我们下期见。